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机甲勇士》。今天是下半期，使用的仍然是莎拉怀特驾驶的黄色机甲福迪。上半期攻略了第5关的第一个场景，本期继续。第2个场景追赶的是敌方的列车，但是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奖励的关卡，敌方会掉落大量的加分还有加血的道具，但是也是有受伤风险的，因为敌方会开火，而且齿轮状的敌人也可以对咱们进行碰撞伤害。咱们为什么要追赶列车呢？是因为本关的剧情是发现敌方正在利用铁路运输一种非常强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本关的 BOSS。这个 BOSS 叫做亥核，是一个飞行系的机甲。我放了一个 BC 的超杀。上期也给大家介绍了，本作有2个耗血的技能，一个是 AB， 一个是 BC， 区别就是 BC 耗的血多，但是攻击力也更高。这个 BOSS 看起来实力不怎么样啊，只是能飞而已。而且我觉得飞行系的机甲使用螺旋桨是不是安全性不大高啊？因为你螺旋桨转起来之后，它的被攻击面积就大了，万一扇叶受损的话，就飞不起来了呀。雷亚行星作为外星的文明，应该非常先进。使用什么反重力磁场之类的，不是更好？当然了，游戏当中的很多设定不能较真儿啊。第6关，咱们来到了敌方最终的基地。这个基地开场看起来敌方的人员不多，但是感觉有一些小怪的血量非常的厚，有2格。我现在使用的武器还是光剑。这个游戏的系统真的非常特别，上期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机甲是4部分组成的，分别是你的躯干部分、拳头的主武器部分、肩部的副武器，还有腿部的移动机甲，自己可以任意的进行组合呀。第1部分过了，这里见到了被雷亚行星叛军抓起来的平民，把他们救出来。咱们就是来干这个活的呀。至于说地球联合政府的各种阴谋，跟主人公一行的关系就不大了。上一期我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了一下游戏的剧情，但是有小伙伴说剧情介绍的不够细啊。我觉得动作游戏没必要，而且太细的话也不好。那么细干嘛呀？我本身就非常的粗枝大叶吧，剧情大家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我刚刚是挨了一拳是吗？一个小兵啊，一个平 A 干掉了我1/3的血量。这款游戏的难点就在这里，敌方的伤害非常高，而且游戏的节奏很快。你想一下，战斗非常激烈，节奏很快，输出还高，很容易一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就是你还没有玩得很爽呢，已经完事儿了。对手就该抱怨你了，没用的家伙，对吧？所以说游戏确实是有难度，所以节奏就非常重要，要把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刚柔并济，
而且你不要一次性的面对太多的对手，真的打不过。虽然对面数量多了，你感觉更加的爽快，但是有可能这个场面你是撑不下来的。所以带版面的时候要注意。我一直都在给大家讲这个游戏啊。刚刚打出了一个蜘蛛脚式的腿部装甲，但是我没有捡，因为我觉得履带式的跑动的攻击比较好用。它是变成一个齿轮，进行一个多段的攻击。第6关的第4个部分就是打雷亚行星的叛军首领阿兹瑞尔，他驾驶的机甲咱们之前也遇到过2次，叫做术士。本次是他的最强形态了，血量也非常的多，下方有2条。刚才他这招收的好慢，我被电到了一下。光剑攻击的时候拉方向上，会发出一个对空的箭波，这一招大概率能够击中 BOSS， 让他倒地，然后咱们再进行连击。其实光剑的平 A 性能也不错，对付这种敏捷型的 BOSS 最好用了。有小伙伴吐槽说：“大叔，你选的机甲好丑啊！”但是它是一个妹子驾驶的。而且你像 BOSS 这个机甲看起来确实比较帅，但是咱们用不了啊。放了一个全屏的超杀，地上打出了一个软盘，这个软盘看起来可不是3.5寸啊，它这个尺寸估计有350寸了。后面就是本作的最后一关了，这是敌方的母舰。雷亚叛军的基地被拆了，所以说他们使出了终极的大招，想要和地球换家。这一招非常狠啊！所以咱们来到了敌方的母舰上进行阻止。本关我应该换一个主武器了，打最终 BOSS 的时候需要。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我使用的这个机甲看起来比较丑。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组合方式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机甲的躯干部分就很丑，头显着太大了。不愧是最后一关啊！版面的敌人非常多。换主武器的事儿可以稍微拖后一点。手里没有光剑，我自己打这里非常困难。昨天有小伙伴说：“大叔啊，这款游戏3个人一起玩的时候可以合体啊，合体之后会组成一个超大的机器人，而且实力强悍。”但是现在3个人一起玩这个游戏显得有一点奢侈，很难凑齐了。玩《三国战记》《恐龙快打》这种，3个人都很难凑了。我见到了我想换的武器，就是这面盾牌。盾牌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也看见了。敌方在用的时候可以防御，这个动作咱们也可以做出来。我为什么捡了一个灭火器呀？有的时候还能捡到打火机。前方这个场景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目前腿部机甲的一个特殊动作，就是跳跃攻击。因为对面现在有这种步行的加农炮，
它可以承受多段的攻击，所以说咱们跳起来之后就可以对它进行几乎无限的踩。又打出一个蜘蛛的腿部机甲，不行啊！我要打最终 BOSS 啊！血量没有回满，但是也只能这样了。最终 BOSS 战，这个 BOSS 十分讲究打法，因为他的血量超高，有3格，2个头先拆1个，拆完了之后，把它下方的激光也拆掉。我站的位置不大好，但是对面这2个头在吐火墙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躲一下。应该也是有安全位的，但是这个安全位我站的不是很好。有1个头的情况下，安全位就好站了。站在中线偏下的位置，拆掉了下方的头，还有一个激光炮，就可以在这里无伤打他了。时间看起来有点紧。这个距离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换了这个主武器的原因。血量还有不到1条了，但是这个 BOSS 是有2形态的，2形态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半根血了，我的副武器留的不好。第一个喷火枪，但是只剩下2发了，而且我不大确定是否有弹夹。但是最终 BOSS 战，我感觉副武器的作用不太重要。第一个形态打完，这个 BOSS 看起来是半生物半机械化的，叫做母脑。第2个形态，第2个形态需要用到防御了。它发射电球这一下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广。开一下下方的小炮，下方的小炮其实是发射电网的，但是咱们只拆1个就可以。看起来是正负极的原理，拆1个之后，另外1个也就走了。刚刚发射光球那一下是我的必杀技，攻击之后推方向的前。这个技能所有的主武器都有，但是形态不一样。这招散射是推方向的上或者下。BOSS 的血量不是很多了。防御，他大概还有1格血，但是在游戏的后期，他会放一个非常强力的招式，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火柱，这个时候你的移动范围受限。他前期的招式威胁最大的就是向地面发射很多子弹。开始了，火柱来了！我的天，大家注意我的血量，被击中了1下，血量损失了3/4。把 BOSS 干掉了，这样的话通关。通关之后的剧情大家看一下吧。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完美结局，因为实际上最后地球的联合政府阴谋已经实现了。他们利用敌方这次叛乱，控制了雷亚行星。有小伙伴说：“大叔啊，这款游戏有格斗的版本。”
希望你也录制一下，这个是可以安排。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2部作品的剧情是没有承接的，没有联系的。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机甲题材轻版动作游戏《机甲勇士》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